邵老先生，世人都赞您与夫人相守一生，是文坛佳话。这一生，您可有说过违心话？民国11年春，那则登报声明，我说了谎。我这一生都没忘记过宋小姐，我只是不舍得她困于婚姻家庭，于是我压抑了自己一辈子。原来我苦守了几十年的敬重与爱，在他眼里竟是他为了保全另一个女人而对自己进行的自虐。再睁眼竟回到了民国11年。邵东庭，这一世邵太太的位置我不做了。瞧，邵太太来了，肯定是来催那封澄清声明见报的，那是自然。家里守着个留洋回来的宋小姐，换谁不急？邵太太，东庭那封澄清信我已经收到了，上面写得清清楚楚，他跟宋小姐没关系。你回吧，明天一准见报。杨老师，那封信拿错了，这封才是要送报的声明。拿错了，这种事也能？离婚声明！你瞧仔细了，真是徐婉仪递进来的离婚声明。唉，谁能想到啊，当初她依婚约嫁进邵家，在衢州乡下伺候公婆那么多年，好不容易才被接进邵公馆享福。外头都说她是个离不开男人的乡下出身的妇人，活得惶恐极了。听说以前连只瓷蚊子飞进邵公馆，她都得盯着。这回怕是真被宋小姐给逼急了。邵先生那样接触过新思想的才子，对他这个传统出身的太太一直算敬重。唯一的绯闻，也就是那位宋小姐了。邵先生为了护她的颜面，澄清信都送来了，他倒好，直接送来封离婚的。邵太太，现在外头虽然行自由恋爱，离异不算稀罕，但你不同，你出身乡下，离了邵公馆，你以后靠什么活？杨老师，那是我的事儿。东庭那封澄清信我看过，那是存了心要护着你的。你若今日出了这门，流言蜚语能把你淹死，不如再想想。人人都以为我来报社是为了督促那封澄清信见报，他们以为我守着是邵太太的荣宠，却不知我守着的是一座活坟。唉，邵太太，声明将在7日后见报。在此之前，你若改了主意，随时可以回来。我知晓人言可畏，当初为了你，为了这个家，我登报跟他划清界限，那是我此生唯一一次违心之举。我压抑了自己一辈子，难道到死我都不能忠于自己内心一回吗？宋清怡早在20年前就病逝在旧金山，她却觉得委屈了自己一辈子。那我呢，邵东庭？那我算什么？我17岁嫁进邵家，在你那遗老遗瘦的爹娘跟前尽孝，中年流亡。你当教员那点薪水，连饭都吃不上。我生病那会儿，你当了藏书给我抓药。我病好后没日没夜的卖糕点江依依，再替你一封一封的买回来啊。到了这把年纪，我知道你放不下学生，我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对着电话本去联系。我这半生辛劳，就因为信你敬我爱你。
结果你现在当众承认，当年登报和宋小姐划清界限，是你这辈子唯一的违心之举。若有来生，我还会保住你邵家太太的位置，但我不会再与她划清界限。保住我邵太太的位置。邵东庭，这辈子我不稀罕了。太太，外头凉，您快进屋吧。别听那些闲言碎语，先生的心里只有您这一位太太，您不要多想。不重要了。你竟然还吃得下去！你非要逼着老师登报澄清，弄得老师颜面尽失，让宋姐姐成了全城的笑柄。徐婉仪，你怎么能这么心狠？他是邵东庭的得意门生，向来只听邵东庭和宋清怡的话。东庭，你那些学生今日说话实在有些难听，能否……我说过，你会是唯一的邵太太，但想让他们认你这个师娘，这你得自己下功夫，别总为这点小事计较。前世为了听他那句话，我日日讨好这些学生，战乱流亡时，连得了一尾鱼仙都要先紧着他们。可他们叫我师娘，竟是在他死后，只因我不肯交出邵东庭那些写满宋清怡的手稿。自古才子多情，老师这辈子名义上的妻子只有师娘您一个，您还有什么不满意呢？老师委屈了自己一辈子，临终遗愿不过是想让写给宋小姐的手稿问世，师娘你凭什么不肯？他们既然不想吃，阿贵，你和其他佣人们把这些食物分掉吧，以后也不用给他们做了。好啊，平时装的多么亲切贤惠，其实心里根本不想留我们用饭吧？就是，我们才不会认你这样伪善的人做师娘。走。送客。你是他们师娘，就算拿戒尺打他们，他们也得受着。今天说这两句又何妨？曾经我拼了命想要够到的认可，现在我不在意了，他反倒轻飘飘的恩赏给我。听闻你今日去报社撤回了那封澄清信。杨老师下午给我打了电话，说你把信拿回去了。万一你今日的表现倒是让我有些意外。报社的杨老师与他多年交情，我去报社的事根本瞒不过他。原来他今晚对我如此宽容，连学生受了委屈都不计较，是在嘉奖我的大度。早这样不就好了？我与青怡的确没有什么，写澄清信不过是为了让你安心。如今你能想通最好，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事，见报只会引流言，对你对邵家都没好处。没好处的是邵家的名声，还是你那不可言述的真心？你要是还要翻旧账，就太不可理喻了。至于物质上，只要你提，我一应可以满足。说吧，想要什么？最新款的香水，法式的洋装，还是实心的玻璃丝袜？邵先生真是大手笔。或者上回在法租界看马赛，你夸过毛色漂亮的那匹赛马，你若喜欢，明日我就让人买了送来。他是真心想补偿我，可他是站在什么立场上？又是在替谁补偿我？替那个让他违心的宋小姐吗？邵东庭，除了澄清信被撤回，杨老师没有对你说些别的什么吗？你是想说你的那封离婚声明吗？杨老师的确跟我提过，说你写的还挺唬人的，
不过婉仪，欲擒故纵这招对我没用。你是邵家的功臣，我知道你这些年委屈，但拿离婚来要挟，未免太过了。你觉得我是在要挟？不然呢？你在邵公馆锦衣玉食，离了邵太太的名头，你一个乡下来的妇人，能去哪儿？谁又能像我这样敬重你？7天时间，你的气总该消了。自己惹出来的烂摊子，自己记得去收拾干净。我不希望下周在报纸上看到邵家的丑闻。烂摊子。明天杨老师会过来，该怎么说该怎么做，你自己掂量。补偿的事，你想好了再跟我开口。他和其他人一样，笃定我舍不得这邵太太的名头。那我们就看看7天之后是谁下不来台。邵太太，距离见报还有3日，我思来想去，这事儿不能由着你胡闹。这声明，我自作主张给你带回来了。这要是见了报，东庭的脸面往哪儿放？你以后在49城还怎么抬头做人？杨老师，我想我上次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你这是在自毁前程！我没有撤回这封声明的意思，您请回吧。东庭说你最近心气不顺，想来是因为困在这后宅太久了。前2天你向东庭开口说想要出去上班，拜托他给你安排一个职位，可有这么一回事？我的确向他提过。那天他问我要什么补偿，我鬼使神差提了想要一份能够付给我薪水的工作。本以为他只是随口一听，断不会把我这种乡下出身的妇人放在报社那种地方。既然提了，现在东庭连路都给你铺好了，你倒在这儿拿捏拿架子来了。走，跟我去报社看看，省得你觉得他在敷衍你。你看，这些各大报业历年来的影响力文章，东庭亲手按时间顺序给你整理成册，就怕你上手难。瞧见了没？邵先生为了这位太太可是下了血本了。可不是，听闻为了换这个空缺，邵先生连杨老师那个不争气的远子侄都破格收做学生了，那可是关门弟子的名额啊。你最清楚东庭的为人，他平时最恨裙带关系，处事最是本宫。可为了你，他竟然愿意破例徇私，自毁名声，去录用一个草包。婉仪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东庭为你做到这一步，几乎是把面子撕下来铺在地上让你踩了。此时此刻，你还执意要同他离婚吗？你当真忍心看他的一番苦心变成全城的笑柄？谁呀？没瞧见正忙着吗？杨老师，邵先生推荐的那位宋小姐到了，就在隔壁暗工桌，正领办公用品呢。邵先生亲自打招呼安排进来的宋青怡，可不是，连办公桌上的参考文库都是邵先生连夜整理的，这待遇。杨老师，看样子您这儿还有贵客要忙，我就不叨扰了。婉仪，这中间肯定有误会，东庭他没什么误会。报社会错了意，杨老师也领会错了情。这个职位从来就不是留给我这个名义上的太太。杨老师，原本我还抱了一丝侥幸，想赌他心里或许有那么一丝情意。如今见过了，他邵东庭对宋小姐当真是情深似海。婉仪，你这一走可就真没回头路了。这声明一旦入库，那就让他入库。这邵太太的名头，谁稀罕谁拿走，我不伺候了。邵太太，我不知晓你也属应这个位置。我只是想在新闻行业做出自己的一番成绩，
靠真才实学吃饭。我无意与你争个输赢，更不想抢谁的饭碗。所以，望你不要因此误会我和邵先生的关系，弄得大家脸上都不好看。哦，既然你说我误会了，那你和我家先生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宋小姐这知己的桥，怕是打不下去了。徐婉医生，何苦吓唬人家宋记者？我跟他清清白白，不过是看到他才华心中，觉得合适才向杨老师推荐一番而已。婉仪，你这一向大度，怎么今天反倒开起这种玩笑了？是啊，这都是报社搞出的误会乌龙。之前我就说差了话，引得邵太太误会，我的罪过。以后别在人前说这种自降成分的话。青怡是新女性，她受不了这些旧社会的值班。那我就受得了。走吧，带你去散散心。你看看这些，你哪里做得来那些写稿子伺候人的活？那都是留洋学生干的。你要实在觉得日子无聊，挑个铺面，开个香水行、百货洋行都随你，账目亏损也不要紧，邵家还养得起你。只一样，以后少去报社给自己找麻烦。是怕我给自己找麻烦，还是怕我去找宋清怡的麻烦？邵先生想得真周到。你能明白我的苦心就好。下午我还要去青怡那里帮她校对初稿，你自己挑个地方逛逛。若我也想进报社工作呢？婉仪，吃醋也要适可而止。我不是在开玩笑。既然你觉得我无聊，那就让我像宋小姐一样拿一份薪资。我说过，邵太太的位置只会有你一个，那是宋小姐这辈子都越不过去的名分。你为什么非要同她较劲，非要把这种不入流的争风吃醋闹到我的公事上去？他只当我是在吃醋较劲，却不知道前世当那些流言蜚语把我淹没的时候，报社里全是他的学生，全是宋清怡的同僚，无人偏向我，无人替我道一句不公。既然都是要找一份工作，我为何不自己握住那支笔？既然没有人替我说话，我就自己写。婉仪，我说过你做不来这个。我已经跟那几家大报业都打过招呼了，他们不会录用你，也没胆量录用邵太太。邵东庭，你就非要把我困死在这宅子里，连我想走的路都要提前堵死。我是为了护你的颜面，你出去碰了壁，丢的不仅仅是你的脸。是，邵先生，您放心，邵太太确实来过，我已经按您的意思客客气气的活决了。到最后也就只剩下这一家还没拒绝你，但我劝你趁早放弃。为什么？其一，我和这个罗壮在南开上学时就不对付，只要你一日是邵太太，他就不可能录用你进他报社，那是诚心给我添堵。看来邵先生的宿敌不少。其二，他刚回4、9城不久，根基不稳，没背景没关系，根本拿不到第一手新闻。他那报业办不起来，迟早倒闭。听我的，别去丢那个人。第一手新闻吗？邵东庭，我最不缺的就是第一手新闻。拿不到新闻就去扫大街，我要的是能刺破这城里脓疮的消息，不是这些家长里短的废话。这位先生，我是住在西街巷子口的，最近夜里总能听见隔壁妇人哀嚎，那叫声瘆得慌。哀嚎？西街哪一户？就那户姓阮的，我这心里不踏实，怕出人命，随口跟您提一嘴，
您可别说是我说的。青姨，这案子是头条，我已经打好招呼了。你去采访，这名声就是你的。不好意思了，邵先生，这第一手新闻，我罗某先拿了。号外！阮氏女怒而反击，阮氏女惊天大瓜，看不公报揭秘真相。这不公报神了，连阮氏夜里的惨叫细节都有，这才是真新闻。听说这案子邵先生也盯着，结果连口汤都没喝上，真是丢人。邵太太，咱们老板等候多时了。这案子捅破了天，巡捕房和邵先生那边都在查消息源头，您小心着点。巡捕房的人去的还算及时，阮氏虽然入狱，但是伤处都得到了救治。这是结请你做线人的费用。另外，我必须拒绝你求职的意愿。理由：邵太太，我对你印象不错，能提前嗅到阮氏案的人，4、9成找不出第二个。可你先生应该不会乐意你来我手底下做事，我没必要为了一个记者去招惹邵东庭那个疯子。如若我不做邵太太呢？你认真的？为了这份差事，为了我自己？时间过得真快，明日就是我离婚声明见报的日子。东庭，你快看看，出大事了！你出大事了！青姨，新闻人的性子要沉稳，天塌不下来。不是我要多嘴，这份报纸刚印出来，整个4、9成估计都知道了。徐姐姐她真的登报离婚了。我和杨老师劝过她，提醒过她很多次，让她千万别意气用事。可无奈徐姐姐心意已决，她这脾气上来，真是谁也拦不住。登了就登了吧，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东庭，这可是离婚声明，全城都在看邵家的笑话，你不打算做点什么？他最近事儿太多，又要去那家破报社折腾，又要开什么铺面，撤回声明的事儿估计忙忘了。婉仪这人性子轴，却最是胆小，他这不过是在跟我拿桥，想看看我的态度。等这阵风头过了，他自然会拿着报纸回来哭着认错。他竟然不生气，他那样一个眼里容不得沙子、最重名声的人，面对发妻登报离婚，竟然能轻拿轻放。东庭，你要去哪儿？去报社。既然他忙忘了，我这个做先生的总得替他善后。这份声明闹得满城风雨，现在压下去还来得及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拎着箱子要去哪儿？既然声明已经见报，这公馆我也没理由再待下去了。你认真的？徐婉言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就为了报社那个破工作选了他没选你，你就为了这点小事跟我闹离婚，连邵太太都不做了？婉仪，你都这把年纪了，还在为了几十年前的事儿闹分居，你是不是在小题大做？
你离了邵太太的名头，能去哪儿？可邵东庭，我从来不是舍不得邵太太的名头才跟你在一起的。你忘了，当年我从滁州乡下带着行李刚进公馆那一日，我原本就想说，若你有了新思想，这婚约便作罢。那你为何还留了下来？因为那时候你做先生做得太好。婉仪，今晚生意应酬，晚些回。哟，这么早就走啊？瞧这步态，走起路来。既然你都记得我对你的好，为何还为了这点误会闹得满城皆知？我曾以为我们只是开头不好，哪怕是依婚约，只要我尽心，你终究是爱中我的。可你心里既然从始至终都住着另一个人邵东庭，你何苦要拽着我蹉跎半生呢？他这话不算是吓唬我，想要做邵太太的人，如今他身边就站着现成的一个。放下箱子，今天的事，我可以当没发生过。既然从邵家出来了，先看看这个试用期合同，觉得行就签。丑话说在前头。其一，我们报社性质特殊，为了保护记者安全，所有稿件均不给署名。其二，阮氏杀夫案这块硬骨头交给你来写，试用期1个月，如果稿子反响平平，销量不好，你立马走人。徐小姐，你确定要加入我们不公报吗？我既然走出来，就没打算回头。邵先生，位置已经留好了，就在最前排，提问时间也给您2位留足了，别人没意见。乔建美，邵家有后台就是不一样，咱们挤在后排，连脸都看不清，人家宋小姐能面对面访谈。哎呀，提问时间还被她占了大半，咱们剩下的人每人顶多2分钟，这还写个什么新闻？青姨，不必急，慢慢问。有些位置不是什么人坐进来就能发生的。这就是你选的路，特权在那儿摆着，你有信心在剩下的2分钟里挖出东西？前面的采访超时了，剩下的报社合并提问，最后给不公报留2分钟。瞧见了没？邵先生坐那儿半个钟头了，连个眼神都没给他，看来是真的闹翻了。可不是，据说登报离婚的事儿是他自作主张，狠狠打了邵先生的脸。阮氏，你为何出手？案发当晚你到底在何处？其实他开不开口，这报道也能写。我已经在查他的邻里背景了，那种平头百姓，过往一眼就能看到头。行了，不公报的，进去吧。2分钟，多1秒我都得吃挂气儿。东庭，徐姐姐从前没干过记者的活儿，在家里连账本都看不明，估计也问不出来什么。咱们在这儿等，怕是白费功夫。他大概是还没过够闹脾气的瘾。阮氏居然开口了，他把这些年怎么受委屈、怎么反抗全说了。你是如何让阮氏开口的？你以为我舍不得邵太太的位置，可我一走了之。你以为我想进报社是为了同你的红颜知己争个输赢，可我拿到了你们谁也拿不到的消息。
我刚和我先生登报离婚，所有人都告诉我，说他不过是有个红颜知己，又没有将人接回家来，为什么就不能忍一忍？好像我们女人总被教导要忍一忍。他不过是在外头有了人，但他不打人呀。碰上打人的男的又说，他不过是喝多了打2下，最起码他在外头没别的人。这就像一个怪圈，错的永远是你我。你被他伤害时，有人劝你忍；我被他骗得心如死灰时，也有人劝我忍。但从来如此，便对吗？我看着他，仿佛看到了前世那个被丈夫欺骗、被学生逼迫、走投无路的自己。就算最后结果不尽如人意，我们最起码要将愤怒说出来，让他们没办法再捂住耳朵装听不见。他到底说了什么？万一这案子不仅是新闻，还关乎司法尊严。你把内容交出来，我让青姨整理，这样对阮氏才最有利。东庭，徐姐姐既然不愿意说，我们就不要勉强人家了。哪怕没有阮氏的亲口访问，我也可以凭借我查到的资料，写出下一期的精彩报道。徐姐姐，你说对吧？乔姐妹，到底还是原配，登报离婚了，还巴巴的跟着邵先生来巡捕房，这是后悔了吧？肯定是借着好奇案子的名义来求和的。可惜啊，人家邵先生眼里只有宋小姐。万一，别赌气了。总归你拿着阮氏的谈话内容也没什么用，你又不会写完文章，不如卖给我，算我给你的补偿。他以为我来这儿是为了求和，以为我挖到的真相只是可以变现的筹码。徐姐姐，东庭这是在帮你。你一个女人家在外面闯荡不容易，拿了钱回乡下也能过得安稳。不好意思，邵先生。徐小姐拿到的这份谈话内容，属于我们部公报。罗伟，你成心的是吧？她是我太太，她手里的消息卖给你。邵先生，纠正一下，声明已经见报了。现在站在你面前的，是我们部公报最顶尖的记者。说起来，我真得谢谢邵先生，可能是年纪大了，难免眼神不好，竟然错把珍珠当榆木。你什么意思？不像我，一眼就看出徐小姐有惊人的采访才能，一定能从阮氏那块硬石头口中挖出真相。所以我很早就出钱买下了她手里的消息。邵先生，学术上你确实一骑绝尘，但这看人的眼光，你真该跟年轻人学学。东庭，不能就这么让他们走了。要是部公报真的抢先发阮氏的独家供述，我那篇报告就彻底废了。废不了。重写。既然拿不到阮氏的亲口供述，就从伦理纲常、罚当其罪的角度去写。可徐姐姐手里有最直接的证据，我这么写会被指责片面的。那就写的比他更有煽动性。既然他想讲真相，你就讲公义。我让全490的人知道，错就是错，任何理由都不能凌驾于律法之上。连夜赶稿，明天一早我要看到你的报道。号外，著名才子邵东庭坐镇，宋小姐执笔，看阮氏案如何天理难容。写得好啊！这阮氏即便受了委屈，可错就是错。
若是人人都学他，这4、9成还不乱了套？到底是名门大报，字字珠玑，这阮氏怕是难逃一回。他们的报道占了先机，现在全城的舆论都被邵东庭和宋清怡带着跑。咱们手里虽有阮氏的访谈，但如果现在发出去，是啊，现在全4、9成都在斥责阮氏天理难容。也是说，只有我们为阮氏辩白，是否太过冒险了一点？何况明日就要2审了，按照目前风向看来，极有可能就是维持原判。要是阮氏被枪决了，咱们这篇辩白文章不就成了逆天而行？到时候被连累，咱们非得被众人口诛提马不可。我能理解大家的犹豫，但我们的报道在时间上已经落于人后了。如果内容上还跟大家一样去抨击阮氏，去附和那些所谓的天理，那我们不公报和他们有什么区别？不就彻底泯然众人了吗？我们要做的不是顺从舆论，而是撕开那层虚伪的皮。如果连我们都不站出来，阮氏就真的只能等定罪了。竟然真的改了！大一审起我就觉得他可怜，没想到这世道还真有公理。我看全是这篇文章的全程都在讨论，当官的顶不住压力了。你们瞧见不公报那篇文章了吗？标题起得真好，不像那些下三滥的小报，只知道写什么邻家猫咪丢失，下水道堵了。就是那篇文章字字见血，写活了阮氏的绝望。我就想知道，这么好的文章到底是出自谁的手笔？罗老板瞒得这么严实，难道是怕其他报社出重金挖人不成？这文章取自阮氏的自述，听说那日公开讯问阮氏，留在最后的人只有从前的邵太太。那写出这篇文章的人，估计就是这2人之一了。宋小姐，这文章是你写的吗？这还用猜吗？那文章笔触老辣，肯定是我宋姐姐写的。至于那个徐婉仪，大家又不是不知道，她平日里除了会打麻将、喝咖啡，哪里会写什么文章？可宋小姐不是在另一家报社任职吗？文人圈子的事儿你们不懂，多几个笔名给罗老板搞搞，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？宋姐姐这是不慕名利。那篇文章不是他的遗风。见过师娘。从明天起，你不用来了。学生们不过是随口一说，罗熟都没站出来维护徐姐姐。东庭，你何必这么着急撇清？难道你心里真的认为？我只是认为，杨老师若猜测你，一边在他手底下做事，一边给罗仲高料，会心生不满。好心帮你维护名声，你这是生的哪门子气？他不在意我的名声，他只是在维持。东庭，是我错了，我不该听了那些闲话就乱了分寸。你也是为了我好，是我太任性了。既然知错了，就去洗把脸，等会儿还要去见见教育部的几位同仁。瞧啊，这宋小姐认错的速度可比写稿子快多了。走吧，这晚宴也没什么意思了。这封硬，也不知道多穿点。哼，那篇文章我也看了，确实是你的笔记，可罗岩连个署名都不给，这不明摆着是拿你当枪使吗？你挑东家的眼光实在差了些。差不差的就不劳邵先生费心了。
婉仪，你别赌气，罗伟那个人我是了解的，他那是压榨。只要你肯点头，杨老师那边……邵先生是不是忘了，你是最没资格来说这番话的人？如果不是你当初为了给宋清怡铺路，私下给4、9城所有打招呼，让他们不许录用我，我会找上罗伟。罗鹏确实不给署名，但我心里明白，换做你打过招呼的那些报业，借给他们10个胆子，他们也不敢放手让我为阮氏发声。青怡，我的手，冬天，我的手被肢解了！快叫救护车！这姑娘的手废了！婉仪，别看，走。邵先生，这大概就是你想要的保护吧。我终于明白了罗榜坚持不公开署名的原因，他不是在剥夺我的名誉，是在用这种方式保护我。婉仪，你别动，医生马上过来。离开，趁现在离开不公报。创立不公报时，我早料想到会有今日。想要做事，哪有不流血牺牲的？可你我不过是雇佣关系，你不必为了我的报纸卖命。婉仪，趁现在火还没烧到你身上，走吧。他当然要走。不仅要走，还要尽快发个登报声明，说你只是被雇佣，对报道内容一概不知，彻底撇清关系。杨老师那里我打好招呼了，报社那个职位一直给你留着，你想去的话，明日就可以入职，没人敢再多嘴。婉仪，这是我最后能为你做的。冬婷，我的手不能写字了。我会找最好的大夫。我要你跟我结婚，现在，立刻。我对他有愧。其实，青衣被撞的一瞬间，我的确又有刻中心头庆幸，庆幸躺在地上受伤的人不是你徐婉仪。邵先生，这种话你还是留着去安慰那个为你废了右手的未来新娘吧。号外！邵大才子月底大婚，宋小姐待入主邵公馆。邵公馆那边已经在筹办婚仪了，宋清怡到底是如愿以偿了。那你呢？邵东庭不是给你留了后路吗？除了你这儿，其他报社不可能给我这么高的自主权。我手里还有些积蓄，出新闻的流程也熟了。
与其处处受限，不如我自己办个报纸。老师，请喝茶。叫我这么个异类做老师，你不怕别人戳你脊梁骨？哪位是家属？患者虽然穿着男装，但其实是位女子。女子？罗鹏竟然是女子！49城搅弄风云这么多年，处处压邵先生一头的罗老板，竟然是位女子。难怪行事那么乖张，我看他是有点古怪的癖好，才女扮男装这么多年。他们懂什么？他们只看到你的长袍，我看到的却是你的骨头。这一声老师，我徐婉一叫得问心无愧。你扮作男子，其实只是因为男子身份更方便行事，对吗？这世道什么时候给过我站着说话的机会？确定没有夹杂私货，女德、育幼、国文，这才是你们该学的。别动那些自由恋爱的歪心思。家里送我去念书，只是为了把我包装得更体面，好高价上架。罢了，带回去。夫家已经备好轿子了，由不得你反抗。罗威，快走！这是我们所有的积蓄，哪怕去讨饭，也不要回头。所以我逃到了49城，成了现在的罗老板。所以明明你与邵东庭不对付，也愿意接住逃离邵公馆的我，因为我从你眼里看到了跟我当年一模一样的死志。邵东庭这种温室里长大的才子，总以为我赢他是因为几次考试的运气。他哪能想到，我要像他一样站着，得付出千百倍的努力。生死关头走一遭，总算没白费。徐婉仪小姐，你的报业资格审批下来了，给你的报社想个名字吧。名门婚宴出大丑，邵大才子当众请便。听说了吗？那邵公馆的世纪婚礼办到一半竟然砸了。邵先生，今日大喜，当着大家伙的面，您给说句掏心窝子的，这辈子您可有什么最后悔的事儿？民国11年春，那则澄清声明，我后悔没有登出去。邵东庭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今天是我和你的婚礼。手续已经全部办好了，您在这签个字就行。这么快？我听说这个手续不太容易办下来。您是不公报的徐小姐吧？我们主任是罗老板多年的至交好友，罗老板在手术前就特意亲自交代过的。这份手续其实不是给不公报的，我是要办一份属于我自己的报纸。如果走罗老板的关系，罗老板就是这么交代的。只要是您徐婉一小姐办的报纸，只要我们还记得她，能帮的我们都会帮。
老师，罗老板几次手术情况都不好，内脏破裂的厉害。青衣那边，我给了他一笔钱，足够他下半辈子挥霍了。所以呢，你这是在跟我算账？没办法娶她。那日在婚礼上，众人问我此生有什么后悔的事。万一，在那一刻，我想起了很多不属于这一世的碎片。万一，在那段记忆里，我们本该是人人羡艳的模范。你没有跟我登报离婚，没有去挪威那间不三不四的报社，阮氏没有翻案，我也没被那帮混混盯上。我和青怡最终也没走在一起。我陪你恩爱了一生，虽然晚年分居，可名分上你永远是少太太。如若不是你拿回了那封澄清信，我们本该此刻还是夫妻。你为什么非要亲手毁掉这一切？你们文人说话永远是这样，捡着对自己有利的部分说。我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？我对你难道不好吗？当初是你晚年亲口说那封澄清信是你一生唯一的谎言，如今这一世换了选择，你不满意了，就开始推卸当初只是一时口快。难道这么多年夫妻，你当真感受不到我对你的情谊吗？我护着你，敬着你，哪怕心里有别人，也从未让你难堪过。邵先生，我偏偏就是因为感受得到你的好，才想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可以如此言行不一。你爱的是你作为一个体面丈夫的自我感动，从来不是我徐婉仪。离了婚才知道，外面那些好看是好看，可谁管我吃穿？还是家里的太太好，管家理事又好脾气。哎，谁说不是呢？我也后悔了。等明天见报了，我还得去老丈人家求他回来。我这一刻忽然就明白了你，邵东庭。你哪里是真的爱我？你只是选择了一种让你自己生活的最轻巧的路。内子管得严，这酒我是真不能喝了。邵先生，这是惧内。不想去的聚会你可以推到我身上，不想交际的人你可以借口是太太管太严。你给自己立了深情的人设，却让我当了那个恶人。可世人对男子的底线又太低，你不过是没有作恶，却像是给了我天大的恩惠，大到明知道你心里有宋清怡，明知道你骗了我半辈子，可世人一点怨恨都不许我有，何其不公平！徐小姐，这是您之前注册的新报社名字，可以开机了吗？不叫这个。号外！不公报今日复刊。徐主笔，又是那帮混混！刚才有人在巷口想朝您的车扔汽油瓶，幸好巡捕房的人一直蹲在那儿，当场就把人按住了。这已经是本周第3次了。长官，这种意外被直指的太及时，倒让我觉得有些不安了。徐老板，您是有福气的人，实话跟您说了吧，邵东庭邵少爷特意打点过，让哥几个豁出命去也得护您周全。哥几个私下还问过邵少爷，既然他这么放不下您，为何不干脆把您重新娶回邵公馆保护起来？在那深宅大院里，谁能动得了您？他怎么说？他说，您做过徐老板，就不会再想做回那个被困住的邵太太了。民国26年，在我与邵东庭再难回头后，他终于看见了真正的我。诸位，当下的行业处境大家都清楚，报业圈层固化严重，老牌报系把控所有渠道与资源，民间小报社举步维艰。我们报社已经决定即日起停业，所有设备文稿全部转运南方避险。是啊，如今老牌报社抱团排外，处处设限，
笔杆子抵不过行业潜规则，先保全自身才是上策。但这座困顿，个人的得失恩怨确实渺小，总得有人留下真话，留下为夹层、为自由发声的声音。他们的善良与坚韧不该被挨磨，我们要写他们的故事，写这些在乱世里支撑向阳而生的英雄。你听这篇，说那个被冤枉入狱的阮氏刑满释放后，倾尽所有收养了一大群无家可归的宫儿。还有这篇，讲一个女扮男装的女士闯荡北平，凭自己的本事立足，狠狠回击了那些轻视欺压女性的人。原来这世上真有报纸愿意认认真真讲咱们普通人的故事，懂我们的难处。认真看黑板，别被不相干的人分了身，耽误课业。号外，不公报民生专栏，讲述百态。宋老师，你的左手字写得很不错。我买报纸只是因为这里的学生需要识字读物，你的文章废话依旧很多，不值一提。这一世，困于枷锁的人尽数不破不立，不管是他还是我，都在这困顿的时局里挣脱桎梏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。徐主笔，我们撑不住了，各大老牌报社联手垄断物料，纸张油墨价格翻了3倍，不少合作的老师傅被高薪挖走，还有人暗中施压，没人敢再来我们印厂做工，人手彻底不够了。再这样下去，下个月我们连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，咱们是不是也该停业避险，和其他小报社一样顺势退让？这是城内无数普通底层辗转寄来的信，他们说，偌大的北平城，只有不公报愿意倾听甲层的心声，为甲层人发声。徐主主，有人抢了我们的报纸，他们不许我们再为底层说话。徐主旨，各大报社早就抱团垄断，安稳谋利，杨老师他们也南迁安稳度日了。邵先生也多次劝您停手避险。您这时候写这种针砭时宜的文章，会彻底得罪整个老牌报业圈层，他们会彻底封死我们的生路，让我们再无立足之地。正因为行业固化，舆论单一，人人只敢歌功避祸，无人体察底层，才更要有人站出来说真话，发正声。这倔脾气果然一点都没变。徐著作乱世启容沉默，大肆渲民间疾苦，抬高底层声量，涉嫌扰乱报业风气，挑拨阶层对立。报业工会裁定这篇稿子必须作废撤稿，禁止刊发。撤稿只是第一步，你还要亲笔写一份致歉声明，明日登报公开认错，向整个北平报业圈层道歉，平息行业非议。李主编，我文中所写，底层亦有自立自强、谋生立身之责，字字属实，记录的是乱世民生百态，何来扰乱风气可说？如今报业当以安稳，将教化市真为发声，就是哗众取宠，蛊惑人心，坏了百年报业规矩。即日起，全城报业统一遵从工会管控，尤其是涉及民生疾苦、社会烂项的内容，务必从严审核，谨慎刊发，不许小众报社私自妄言，博人眼球。徐小姐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如今各家报社皆抱团手续，安稳谋利，唯独你不公报逆势发声，触碰禁忌，何苦自取其辱，自断生路？若是行业规矩本就刻板腐朽，偏袒强权，漠视弱小，那我碰一碰又有何妨？连应城不值得，整个圈层都在针对你，独木难支。前世的宋清怡，便是因不肯趋炎附势，妥协世俗规矩，被彻底排斥。原来重来一次，我们褪去了旧日恩怨，却在不同的领域守着同样的倔强与初心。徐主点，我们真的要乖乖写检讨认错吗？检讨，我绝不会写。既然他们忌惮我们发声，刻意封堵民间真话，那我便细细道来这乱世之中无数底层挣扎求生的真实模样。徐记者，求求你救救我们！我夫君被城中劣绅强征做工，一去数月杳无音信，收容所物资短缺，2日未曾开锅，孩子连一口
口热粥都喝不上。哪里来的外人敢在此搬弄是非，煽动农民抱怨？赶紧滚出去！别在这惹是生非，坏了大户的规矩！还敢私自记录琐事，抹黑城中乡绅！我看你是不知天高地厚！谁？哪个不长眼的敢拦我？他笔下记录的每一个字皆是实情，我可为他作证。欺压流民、隐匿乱象，绝非君子所为。邵先生，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多有冒犯，您见谅。我知道你心里有隔阂，不愿见我。邵先生世道必多广，人心俱关险。可如今藏在暗处欺压百姓的龌龊事，从来不是你一个人能独自扛下的。整个暴客圈层世俗势力都在针对你。邵东庭，你始终不懂，正因为世间屡受欺压，无人发声，无人撑腰，我才更要站出来，替他们扛起这份公道。徐主笔，其实邵先生是真心想帮你，方才若是没有他出面解围，您今日必定要受更多委屈。我知道，但我要的从不是任何人的怜悯与庇护，是属于底层真正的公道与化。动作快点，把所有门窗都封死！谁敢私藏一份报纸，按扰乱治安论处。徐记者写的都是咱们的真实难处，句句属实，凭什么封了人家的报馆？如今老派报业抱团排外，这般掷地真心，难免会被认定是冲撞圈层规矩，无事生非。徐主笔，你这篇文章肆意放大民间矛盾，抹黑乡绅名望，刻意制造对立，限你3日内登报道歉，承认捏造事实，博眼球造热度，否则联合全城商户阴场渠道，让故宫报彻底在北平销声匿迹。想让我认错道歉，绝无可能。证据，取底层游民的片面之词也能算作证据，简直荒谬！无非是你刻意煽动弱者博取同情。我能作证，他们皆是城郊收容所的住户，也是我扫盲班的学生，亲历所有乱象，所言句句属实。徐记者写的全是真的，对，都是真的，我们都能作证。说得对，我们都能作证，不能冤枉好人。反了！我看你们都是被人刻意蛊惑，抱团闹事。来人，把这群扰乱行业秩序、抹黑名流的人全部带走问责。李主编，我深耕平民教化所，上所成民践行实情。现实你凭借行业霸权，抱团打压小众发声，遮掩世间乱象。敢问文人够狠，我们走着瞧。徐姐姐不必多想，我不是帮你，我只是看不惯底层女子被肆意欺压，真相被刻意掩埋。我帮的是这群无辜的百姓。脸上的刮伤赶紧上药，免得发炎溃烂，回头反倒赖我见死不救。徐处长，我知晓您如今举步维艰。邵先生在城郊有一处私人印坊，设备齐全，工艺精良，工人皆是跟随他多年的老伙计，忠心可靠，不惧行业施压。您可以去试试。如今邵东庭的私人印城，再无人敢承接我的文稿，刊发真话。你终究还是来了，邵先生。我们之间真的要算得这般一清二楚，毫无牵连吗？我们早已和离，再无夫妻名分，账目分明，互不亏欠，对你我皆是最好。好，我收下。但你记住，那处印坊永远为你预留，随时为你敞开。小心报义工会的人，李主编心胸狭隘，一次必报。深耕行业多年，人脉深厚，手段狠辣，绝非善不类。多谢。徐主笔，出事了！印坊外围被大批报业工会的人团团围住，带头的就是李主编。各位师傅，快把刚印好的报纸全部藏进枯井，用柴火遮盖严实，切勿被搜走损毁。谁敢乱动？此处是邵先生私产，你们无权肆意闯入搜查，休得仗势欺人，横行霸道。邵先生的私产又如何？有人举报此处私自印刷非议圈层、抹黑名流的违规文稿，坏了奥业规矩，给我彻底搜查。李长编，同业轻语也要有底线。我所有文稿均是纪实民生，为弱者发声，合规合理，何来违规可说？合规？你整日撰文鼓吹独立，揭露世间浪象，动摇世俗认知，挑战行业权威，这就是最大的不合规。你畏惧的从来不是我的文字，今日你若搜不出的真相，遮不住的乱象无，私闯私宅，恶意打压同业的名声，你能否承担？我能否人质会有你说你或人心的废纸？我看你还能否这般牙尖嘴利？来人，砸了所有印刷设备！我看谁敢动手！这间印铺是我学界同仁联合举荐的平民启蒙印刷点，场内所印皆是识字教材、民生纪实文稿，立名立事，合规合理。
你们这是……你要搜查可以，若是搜不出任何违规刊物，我即刻联合北平学界民间团体曝光你仗着行业霸权，恶意打压小众报业，阻挠平民启蒙的所作所为，败坏文人风骨，扰乱民生教化，你在北平再无立足之地。撤！今日之事，又是你出手解围，多谢。其实我一直都在看不公报，你的文章比例通透，直击人心，只是我素来嘴硬，不肯轻易承认罢了。我知晓，你重伤之后，执意苦练左手写字，坚守扫盲大业，在乱世之中启蒙底层百姓，守护弱小。如今的你，远比从前耀眼，厉害。你们竟然坐在一起闲谈？徐姐姐，往后遇事直接找我便可，不必事事吸附旁人。你我亦可互为铠甲。徐主笔，李主编真是下了死手，他联合全城物流商行街头报道，彻底封禁了我们的发行渠道，报纸就算印出了也无法发往外地送达读者手中。外地读者占了我们半数客源，各地的平民读者、求学学子全都看不到我们报纸了。这样下去不出2月，报馆必定彻底倒闭。要不我们服个软吧，主动去给李主编赔罪认错，低头示弱，或许还能保住报馆。一旦封禁妥协，放弃本心，由工地我们的路，报贩毒死我们的门，那我们就自己开辟新路，自建渠道，自主配送。徐主笔，您看这封是通州的一个女工写的，她说她们工厂10几个姐妹凑钱订了一份报纸，每天晚上轮流读给大家听。还有这封，是一个小学老师写的，她说她把我们的文章编成课文，交给班里的女学生。请问这里是不公报吗？我叫林默，是 A 大学的学生。我们学校很多同学都喜欢看你们的报纸，听说你们发行遇到了困难，我们愿意帮你们送报。真的吗？旗报是我们自己的报纸，我们不能让它消失。今天我们学公道2个字，公平的公，道理的道。公道就是好人有好报，坏人受惩罚。宋老师，不公报是不是就是为我们讨公道的报纸？对，可是现在有人不让我们读不公报了，他们封了报股的发行渠道。那怎么行？没有不公报，谁还会替我们说话？是啊，宋老师，我们能做些什么？我们也想帮不公报。好，既然大家都有这份心，那我们就一起帮不公报送报纸，还要教身边不识字的姐妹读报，让更多的人知道不公报，知道我们也能有自己的声音。大娘，看看不公报吧，上面写了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故事。我知道不公报，我儿媳妇天天给我念上面的文章，写的真好。大姐，这个字念女人的女，我们也能读书，也能做事，也能顶天立地。各位同仁，李主编利用报业工会的权力垄断发行渠道，打压异己，已经不是1天2天了。今天他能封了不公报的发行，明天就能封了你们的报纸。徐主编说的对，李主编这个人太霸道了，我们这些小报社早就受什么了臭臭气，我们一点发言权都没有。是啊，他控制着所有的印厂物流和报贩，我们稍有不顺从就会被他彻底封杀，再让这些小报社迟早都要关门大吉。以前我可以成立一个民间报业联合国，共同对抗李主编的霸权，要求改革报业工会，实行民主选举，保障我们的合法权益。我支持邵先生的提议。我虽然不是办报的，但我代表北平所有的扫盲班和千千万万的普通女性支持你们。不公报不仅是你们的报纸，也是我们所有女人的报纸。好，这个主意好，对，我们联合起来和李主编斗宰爹了。我们要求言论自由。婉仪说的对，言论自由是民国的灵魂。我活了大半辈子，前半辈子为了虚名活着，后半辈子为了愧疚活着。今天，我终于可以做一件对得起自己良心、对得起这个时代的事了。老先生您好，我们是民间报业联合请愿团的，现在报业工会垄断发行渠道，打压民间报纸，我们请求您支持我们的请愿，要求改革报业工会，保障言论自由。说得好，言论自由是根本，我支持你们，我这就签字。大姐，看看吧，不公报是我们女人自己的报纸，现在有人不让我们读了，请支持我们的请愿，让更多的人能听到我们的声音。我支持，我当然支持。没有不公报，我现在还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睁眼瞎，我这就叫我的姐妹们都来签名。我支持，我早就看过李主编那副霸道的样子了。我也支持，民间报纸就应该有言论自由。算我一个，我也要签。反了，真是反了！徐婉仪竟敢联合那些小报社和我作对，还有邵东亭竟然也公开和我叫板。李会长，现在社会上反响很大，很多人都支持他们的请愿，各大中立报纸也都在报道这件事儿，对我们很不利。不利又怎么样？我就不信我斗不过一个徐婉仪，还斗不过一群乌合之众。去，
给我联系那些小报社的主编，告诉他们，谁要是敢和徐婉一一起请愿，我就让他的报纸永远消失。可是李会长，那些主编现在都铁了心跟着徐婉一，我们的威胁恐怕什么？我就不信他们不怕。你只管去办，出了事我担着。是李会长，我这就去办。徐婉一、邵东庭，你们等着瞧，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。徐主笔，不好了，李主编带着一大批打手过来了。大家不要慌，把刚印好的报纸藏好，我们和他们理论。徐婉燕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私自印刷报纸，煽动民心！我今天就要封了你的印坊！李主编，我印刷的都是记录民生实情、为底层发声的合法报纸，何来煽动之说？你私闯民宅、带人闹事，才是违法乱纪！违法乱纪，在报业我就是规矩。来人，把这些印刷机暂时封存，把所有报纸都暂扣核查，支持公正办报，维护民众知情权。李主编，你凭什么封不公报？凭什么打压民间报纸？不公报是我们自己的报纸，你想封它，先问问我们答不答应？不答应，不答应，不答应！你们想干什么？聚众闹事吗？我告诉你们，再不让开，我就报警了！你报警啊，正好来评评理，看看是谁在违法乱纪，是谁在欺压百姓。对，我们就是要保护不公报，谁也别想抢走我们的报纸。李主编，收手吧，民心所向，不是你能阻挡的。邵东庭竟然帮着外人来对付我！我不是帮着外人，我是帮着公道。你利用报业工会的权利垄断资源，打压异己，早已引起了公愤。你看看这些人，他们都是普通的老百姓，他们只是想读一份说真话的报纸，这有错吗？各位同胞，言论自由是赋予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，民间报业是反映民生、监督社会的重要力量。我们不能让少数人的霸权剥夺我们说话的权利，我们不能让黑暗掩盖了真相。今天我们站在这里，就是要告诉所有人，真话不死，自由不灭。徐婉仪128票，李主编32票。我宣布，徐婉仪女士当选为北平报业工会新任会长。我感谢报业3线会长。第2，开放民间报纸的言论机制，开放虽有获长，保障公平自由。第3，设立民间报业扶持机和发展壮大，帮助有报业一定会迎来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。婉仪，恭喜你，你终于成功了。不是我们大家人的成功，如果没有你们，没有那些支持我们的读者，不公报早就消失了。婉仪，你说的对，是民心所向，是正义的力量。徐主笔，新一期的不公报印好了，发行量比以前翻了3倍，全国各地都有读者来信要求订购我们的报纸。这只是一个开始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我们要继续发声，为所有被压迫的人发声，让不公报的声音传遍全国。卖报，不公报，女性觉醒，光明未来。大家打理论启动，今晚以后还可是今天相信当我们驴形题。